次日一早，两人回到了镇上。陈东和大玉比他早一天从京城回来的。那边的事办好了。陈东给他倒了一杯茶，问道：“他并不知道林浩去东北是为了挖人参，还算圆满，给你带了点土产，还有给陈叔的，等下云给你。你那几条胶全部弄好了，林叔已经拿回去了。东哥，还有东西要你帮着晒。没办法，家里没有条件晒餐，倒不是说地方小，主要这玩意太金贵，离不开人啊。家里他和林安国也不可能一直看着不动。收购站这边倒是无所谓，房顶上就能晒。是啥？你自己看。林浩打开箱子，将泡沫箱打开。陈东自然是见识过的，只一眼便大惊。这是山参，野生的还是培育的？全是野生的，过100年的还有5只，你和陈叔各1只。真的有100年？我东北的朋友鉴定过，说至少有100年以上了。陈东小心地拿起一只细看了看，随即摇头。我对这玩意不懂，但100年以上的估计能值个大几十万吧。我之前听人说过，一只60多年的都卖了20多万。我不打算卖，所以也没问行情。陈东数了一下，一共16只参，其中标注100年以上的5只，还有11只的年份从40到80不等。我不知道咋晒啊，这个有没有讲究？跟晒胶一样，别太暴晒就行，4、5个钟就能干。下午我过来，咱先把它们刷出来。陈东叹了口气，这10多只参加一起，价值肯定超过了那几个鱼胶，这可得小心看护着，万一晒废了，那哭都没眼泪。他又觉得林浩说的过于随意。你别管，我认识做党参生意的，跟这玩意习性应该差不多。我等会去请教一下他，等我回来再弄。行吧，那就麻烦你了。在收购站待了半个小时就回家了。爹，我想把林老二和赖包都招到船上。林安国脑子转得快，随即突然笑了起来。那就告诉两家的婆娘，只要他们再敢吵一次，就将他们男人全部踢下船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赖包这人之前手脚不干净，你要是用的话，得安排个人盯着点。林老二还好，就是人小气了点。没事，赖包就算偷，他又能从船上偷多少？因为点蝇头小利，丢了船工的活，最简单的账，我不信他算不明白。林安国点头，认可了这个说法。也是，自家的船工一次分红就是几千上万块，赖包又何必冒着风险再去偷呢？被发现一次赶下船，那才是真正的蠢。这是你不能直接上杆子去找他们，得让他们自己求上门。放心吧，我知道怎么办。爷俩谈完事，林安国中午喝了几杯酒，这会也该午睡了。林浩倒没这习惯，打算回镇上帮着陈东一起把餐刷出来。刚准备走，就听屋内又传来老子的声音：后天就是11号了，明天你记得带阿雪去买2件衣服。你娘走得早，这些事你只能自己多上点心。知道了，爹。林浩答应一声便出了门，只要话题绕到自己阿娘身上，那就是林安国的毒斥时间。这时候脾气会非常大，最好别惹。到了镇上收购站，陈东老婆在看着店。姐，我东哥呢？林玉霞指了指后院，和你陈叔在那边，你直接进去就行。林浩进了后院，发现陈父正在指导着陈东刷餐。见他进来，陈父笑着问道：阿浩，这些餐食你到东北收的？是啊叔，到时您留一只泡酒喝。陈父对于山参比陈东有见识，明白这些珍贵之处。不是说100年的参难见着了吗？你这咋一下子收了5只，还有1只我看着至少有3、400年了，可是极品啊！这玩意要出手的话，怕得值个1800万的，花多少钱收的？我也是运气好，帮了别人一点小忙。那人上山赶巧，碰到一个人参窝子，听说进山7、8天呢，还差点喂了老虎。当时人参也没刷，具体的年份也是看了个大概，打包1000万卖给我的。林浩这么说，是怕陈家父子认为产地那边容易收，要他帮着再收些，他总不能再跑趟东北吧？况且又不知道有没有好运气了。陈父点头叹息道：我估摸着也是这样，要弄这么些，肯定要去别人没去过的深山险要之地，1000万收的值啊！林浩也蹲下身，开始洗餐，两人一直忙到傍晚，才将剩下的16只餐全部洗进晚饭就在陈家吃的。吃饭的间隙，说及后天的事。陈叔，要不后天就在村里吧？后天去领证，至于婚宴要另选黄道吉日，但怎么说领证也算是大事，两家人肯定要一起聚一下的。婚宴到时肯定以你这边为主，后天没几个人，就我这边弄吧。阿浩，你跟爹说说，我这整天闲着也不是事，要不我去养殖场或者果林帮忙。林浩开着车，林平坐在副驾驶位倒着苦水。以前林平出海回来，想着休息1、2天，结果老爹就会把他拎到果园和养殖场帮忙，但自从老婆怀孕来了市里，现在一休息他就会被老爹赶到市里来。你自己和爹说就是喽。他不听啊，说急了他还发火，问我是山上的东西重要，还是老婆孩子重要，你让我怎么说？林浩嘿嘿直乐。行，我跟爹说说。
嫂子这边不是有她阿娘寸步不离的看着吗？我理解爹的意思，他不好出面，又怕我丈母娘忙得多了，觉得咱家不重视阿荣，所以就让我多看着一点。对了，大哥，大姐中秋节会回来吗？阿梅昨晚还和你嫂子在通电话呢，中秋节肯定会回来，到时你说咱在哪？就在市里呗，让爹一起过来就行。大哥，你这2天还真要回去一趟，我打算让家具全部进新宅，我又没时间验收看着，你帮帮我。行，那我明天回去，暂时就不回市里。两兄弟随意闲聊着，没一会就到了第一个目的地，是糖酒公司。随着民营经济的兴起，超市、便利店、综合体等有机结合，糖酒公司和供销社一样，很快就颓势尽显。但若认为这2家公司不好过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早先积存的大量优质的店面资源，就是出租出去的租金，也足够让他们的员工能过极好的日子。他走进去之后，2个服务员只是看了他一眼，便自顾自地忙起来。他笑了笑，走到柜台便问道：53度的飞天茅台多少钱一瓶？468块，整箱走2680块。年份酒呢？具体哪一款？方便都说一下吗？服务员看他一眼，从本身的气质和穿着来看，似乎觉得不像是来打架的，这才报道：15年的980元，30年的2600，50年的4200，80年的9999。有多少？什么有多少？服务员被问得有点懵。我是想问，这几款年份酒分别有多少库存？林浩对茅台年份酒所知有限，曾经他喝过15年的，是上一世在20年左右喝的，那时候已经涨到了近5000块一瓶，而30年和50年的2款，他是一点都不知道。倒是80年的他听说过，当时有个钓友吹牛家里有一瓶，说是拿1915年万国博览会或巴拿马金奖那一批的原酒勾兑的，一瓶就能在市里换套房，而当时他所在的内陆城市，普通一套房的价值也得60-70万了。所以对于服务员报价9999，他没觉得贵。听到他问多少库存，服务员再度愣了愣。不是，你问这个要干什么？当然要买喽。你能要多少？年份酒，你库存有多少我就要多少。服务员一听乐了，觉得林浩是到这里来充大尾巴狼的。先生，我们这可是糖酒公司，店里没多少，总公司一大仓库呢，你能全买下？林浩也跟着乐。对，你有多少我就要买多少，不过价格嘛，我想再谈谈。这个服务员一时之间有些为难，要是对方真要买酒，那么买得多，他也有提成的。虽说是国营单位，但一切都在转型嘛，现在也不流行吃大锅饭了，除了提成还有优秀员工啥的表彰，这些对于在单位内混也很重要的。但若是面前的小伙子消遣自己，那把经理请过来对方不买，自己可就要挨批了。林浩大概能明白他的顾虑，打开随身带的包，拿出2沓钱放在柜台上。美女，麻烦你联系一下你们经理，我想和他好好谈一下，如果谈不拢，这2万块我也会在店里消费掉，你看这样行吗？你确定？见林浩再度点头，服务员的神情明显放松下来，这下有底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保底也有2万块的销售，这可是一笔大单子，值得让经理跑一趟了。好的，麻烦你稍等，2位坐这稍等一下。没一会便从办公室再度出来。先生，我们经理离这里不远，最多20分钟就能到。没事，我等一下。不到20分钟，就见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进来。男人前额微凸，面色红润，一看就是久经沙场的战士。在服务员的介绍下，林浩便知道这个男人姓陈，是销售科的经理。林先生，你具体的药量是多少？80年和50年的有多少要多少？15和30年的先各要1000瓶吧。陈经理瞪大眼，他以为自己听错了，这可不是卖7-8毛钱一瓶的冬瓜茶，这是茅台年份酒啊！好一会他才反应过来，林先生，1000瓶15年的可就将近100万了。如果陈总，你没听错，我就是要这么多。不过价格上，我想和您再谈谈。那个，方便问一下，林先生要这么多酒做什么吗？一部分过段时间要用，还有的我打算收藏。陈总，咱这买酒也得先挣什么？呵呵，当然不要，说笑了说笑了。经过一番拉扯，最终15年的成交价变成了855元，30年的2260，50年的3900，80年的9000元。林浩痛快地刷了344万多，见扣款成功，陈经理悬着的心彻底放下，面上的笑容越发的客气。林总，感谢感谢，您放心，这些酒后天我一准给你送过去，我亲自押运，保证不会出纰漏。不够数的部分我也会加紧催促。您看晚上要不赏个光，市里有家饭店不错，叫香味的。听到香味，林浩面上玩味的笑容一闪即逝，婉拒道：不巧今晚有个家宴，以后有时间吧，我请陈经理。对了，能不能先给我备一点酒？我今明2天要用。没问题，要哪些？我现在就帮你拿。